虾米翻身就靠这波了，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可能是10年一遇的投资机会。联准会终于开始降息，加上川普交易，这意味着什么？没错，2025年的翻身机会正等着你。但先别盲目进场，以上都是许多 YouTuber 大张旗鼓的看好利多的内容。身为一个秉持客观、以逻辑投资的投资型操盘人，我要来带着大家分析这波行情的潜力究竟如何？真的有这样的大好机会吗？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过去4年来，联准会疯狂加息，让市场几乎喘不过气，贷款成本飙升，企业融资困难，投资机会稀少。但联准会于台北时间9月19日凌晨2点宣布降息2码，基准利率来到 4.75 至 5.0%， 市场的气氛也随之转变。全球主要经济体像是加拿大、欧盟，甚至中国也开始跟随降息浪潮。如果你过去觉得投资机会错失太多，现在正是败部复活的好机会。接下来这部影片会从降息的角度出发，配合全世界最高权力的川普跟世界首富马斯克来探讨是否有绝佳的投资机会。如果你关注市场一段时间，可能已经发现天时地利非常重要。当市场上存在着红利，你选择袖手旁观，不果断抓住，那你的资产增长机会必然会被时代浪潮淹没，甚至有可能由负转平，或平者恒平。你可能常听到新闻提到降息这个词，简单来说，降息就是当央行降低基准利率，让借贷成本变便宜了。想象一下，你想要贷款买房或投资，原本的利率是 3%， 现在降到了 1.5%， 这样一来，你每月还的利息少了，是不是可以更轻松的投资或消费？既然可以更轻松的投资或消费，所以降息对经济有几个主要影响。第一，大家借钱的意愿提升，企业会更愿意贷款去扩大生产，经济就会开始活跃。第二，当存款利率变低，钱放在银行里不赚什么利息了，大家更有可能把钱投入股市或房市，寻求更高回报。所以降息就像是一个货币流通加速器，让更多的钱在你的生活周遭流通，不断推动整个市场，让消费行为更频繁、更活络。哇塞，既然降息那么厉害，那是不是一直降息，大家不就发大财了？降息的缺点也是有一拖拉库的好吗？当太多资金涌入你我周遭的各种消费市场，物价、房价、股价，几乎所有东西都会被炒高。但是有一个绝对不会被炒作的价格，就是你的薪资啦。哈啊，虽然你的房子增值了，但是你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也都涨价了。你每天要吃要喝的钱不能省，要活下去的成本提高了很多，但是你的房子却不能马上卖掉换钱。得到的结果就是账上资产虽然有增加啦，但是你却感觉越过越拮据，最终各种价格膨胀到形成泡沫，然后啵的一声就破热。尤其在降息后的初期，大家容易因为短期利好消息过度乐观，盲目投资，结果一个不小心就赔到脱裤子。不要忘了，当所有人都赢钱时，谁输钱？如果没有人输钱，那你又哪来的钱可以赢呢？看到这里，比较敏锐的粉丝可能也留意到了，刚刚说资产被炒高形成泡沫，该不会日本史上留名的泡沫经济跟这有关？如果你联想到这里，那么恭喜你，你懂得举一反三，可能有投资的潜力。如果没想到的朋友也别灰心，这正是你该继续跟着我们学习投资、拆解投资逻辑的原因。至于泡沫经济，如果你想听泡沫经济，请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想听之后会再为大家专门做一集影片讲解。你不要以为泡沫跟你没关系，川普上任后，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2025年。回到正题，因此在降息时期投资，你更要保持清醒。降息让借钱变便宜，所以降息一旦启动，市场就像是一个加速中的 JR 特快车，瞬间活跃起来，企业资金充裕，更有底气扩大生产，经济因此有了上升的动力。但降息的作用还不仅仅是让经济更热，还会影响物价，因为人们消费多了，物价容易跟着上升。你有没有发现，降息过后，市面上的商品好像都贵了些？这就是由降息这个动作产生的通膨后遗症。所以央行降息的时机选择通常有策略性，例如在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的时候，它是一种促进经济复苏的手段。但在降息的过程中，央行要小心翼翼地平衡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压力，不但要防止经济过冷，又要避免通胀过高，降低后遗症的影响。降息期间，银行利息不高，
让存款逐渐变得不划算，所以更多人才会转向投资跟消费，选择股票、房产等能带来较高回报的标的，进而推高这些资产的价格。降息一出，市场的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所有资产通通被牵动。首先，我们先来看最多人碰的股市，因为降息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简单说就是给企业更多弹药扩张，这就像给企业打了鸡血，推动企业盈余增加，让更多资金涌入股市、房市、商业地产、扩厂、企业交叉持股。简单来说，低利环境下，投资比银行存款更具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 YouTuber 都拍片告诉大家，大多头要来了。但我有必要再次提醒正在看影片的你，正如刚刚所说，这种情况下，当资金流动得过于迅速，资产价格涨得太高，可能随时会有泡沫破裂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降息环境下投资不要追高的原因。没错，我说的就是降息更要寻找底部进场的标的，追强势股胜率会大幅降低。至于债券，降息对债券价格更是武侠小说常见的大还丹，因为当利率下降，现有债券的票面利率显得更加诱人，许多投资者抢购现有债券，尤其是高收益的债券会变得更为稀缺，价格自然飙升，这对债券持有人是一大利好，债券市场迎来增值机会。但相对的，新发行债券的收益率就会下降，因为债券的殖利率跟债券价格是反向的关系。至于房市部分，因为房贷利率直接下滑，直接降低买房门槛，投资者和购房者简直兴奋到了极点，就像网购分期零利率一样嗨，人潮涌入，有能力的人都想囤个几间房，最终推动房价井喷上涨。但是我要强调，这是在该国没有强力打房政策下才会发生的状况。再看看美元，因为流通的美元大增，依照物以稀为贵的基本原理，美元一多就有贬值压力，因为美元的回报率降低，吸引力自然也跟着降低，资金自然会涌向收益更高的货币。又因为资金逐渐流出美国，美元贬值还能让美国出口商品更便宜，增加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但相对的，进口成本会上升，进一步影响消费市场。还有大宗商品也要说说，美元贬值让使用其他货币的国家更有购买力，买家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商品，促使黄金、石油、铜等商品需求增加，像开了外挂的感觉，价格一飞冲天。而且当全球经济受降息刺激复苏，工业和建筑材料的需求也会逐步上升，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以你是不是该持续注意相关的商品期货或是 ETF 了？来，我们先来事后验证我们近期针对美国大选做对了哪些交易，让粉丝们做个参考。早在美国大选前，我就已经预判川普可以当选，并且在维股利的教学文章里面教你应该挑选哪些川普概念的标的，还教你如何判断好的位置进场。例如这些教学文：2024年5月9日的洛克希德马丁，2024年5月30日的比特币，2024年8月19日黄金大涨喷出前，2024年9月6日的特斯拉底部布局，2024年9月20日的白银。我甚至超前部署，老早在2022年10月4日台积电文章教你判断破底翻，就是疫情期间送给你长期持有台积电的好机会。这些标的都是结合川普、马斯克、降息、两岸关系等等的因素综合判断后的筛选。你现在事后回头看看，哪个不是喷爆？顺便分享给粉丝们一个观念，这里是专做趋势盘，只赚轻松钱的频道。既然专做趋势盘，趋势并不会一下就结束的，它是一个长期的潮流。你回想看看过去任何一个潮流一旦兴起，都会流行好几年，对吧？用生活上的例子，像以前的哈日，过了好几年转为韩流、韩剧、韩妆，后来再从传统媒体变成互联网，再由 Pornhub 变成 OnlyFans， 每一个潮流都持续了好几年，这就是波段的底层逻辑。一旦趋势成型，要转变到下一个潮流，都要很久，都是用年来当单位的。所以对于我们这种想躺在家里让钱自己进到户头的懒人来说，短线操作这种小打小闹的方式真的是先不用了。人生很短暂，转个身就过了5年10年了，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体验跟玩乐这个世界，花时间盯盘冲来冲去的，根本是在自我增加工作量，浪费了许多约人跑步的时间。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你要花时间在约跑步做运动，还是要花时间在盯盘？自己选。如果上述的标的你都还没有在车上，也不碍事啦，还有一些好的标的正在追踪准备布局，你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维股利文章，在资讯栏里点击维股利免费文章的连结。
你知道吗？你想要的投资机会，有时就在历史留下的痕迹中。我们来回顾1990年、2001年、2007年、2020年这4次美国经济动荡期的降息事件，让我们看看这4次重大降息是怎么影响整个市场的。1990年夏天，美国开启了降息周期，然而就在7月的首次降息后，短短2周，灾难发生了，波斯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原油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油价疯涨。8月，伊拉克彻底占领科威特后，石油供应断裂，油价从14美元飙升到42美元，全球陷入石油危机。油价的飙升导致生产成本暴增，需求骤降，直接将美国经济拖进了衰退的深渊。经济寒冬降临，美国联准会连续17次降息，把基准利率从 8.25% 降到 3%。这场石油危机和降息循环让市场一片低迷，企业裁员，消费者支出紧缩，经济成长近乎停滞，美股遭受重创，市场气氛极度悲观，但也给那些愿意逆向操作的投资者带来了抄底机会。随着市场逐步适应高油价，经济走出衰退，市场再次回升，印证了危机就是转机。2001年，美国经济再度迎来震荡，初期是由于网络泡沫破裂，无数企业瞬间泡沫化，投资人信心崩盘。这个时候，联准会迅速反应，决定用降息来挽救市场。没想到，更大的黑天鹅出现了。911恐怖攻击造成全球股市剧烈震荡，投资人信心消失殆尽。联准会祭出一次又一次降息政策，基准利率一路从 6.5% 降至 1.75%， 市场下滑，消费缩水，经济陷入萧条，许多投资人因此慌张离场，担心会持续赔钱。但这样的环境对于长期投资者却是一个低价进场的好机会。当时这么恐慌的气氛，怎么可能敢压大注？更别说 all in 了。但就是勇于逆势进场的人，可以享受后面的股市反弹。美国经济中就在降息政策的帮助下恢复成长。2007年，次贷危机炸开，金融市场犹如末日般崩塌。次级抵押贷款的滥用让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无法支付房贷，被迫抛售房产，金融机构也承受巨额损失。这波危机并不只是金融问题，因为抵押贷款被打包成了复杂的金融产品，销售到了世界各地，导致市场恐慌遍布全球。联准会不得不采取降息政策，就是基准利率由 5.25% 一路降到 0.25%， 试图为经济止血。然而，金融海啸的威力超出想象，全球市场纷纷大跌，说大跌可能还不足以形容，根本就是跌爆了。从投资银行到房地产，无一幸免。股市暴跌让无数投资人损失惨重，所以很多电影都以当时为背景，但对于有耐心等待的人，却是进场的好时机。关于这次的重大事件，麦门特别推荐一部电影叫《大卖空》。虽然剧中角色不是等待进场时机，而是及早发现问题，勇敢做空，但赢家的底层逻辑都是：你需要将勇气建立在策略之上。勇气不是用来追高杀低的，这种勇气只是莽夫的行为，没有赔得倾家荡产就该偷笑了。2020年初，一场全球疫情席卷而来，新冠病毒迅速蔓延，许多国家被迫封锁，经济活动停摆。当时联准会在3月3日无预警降息2码至 1.25%， 希望平息市场的恐慌，结果反而加剧了投资人的担忧，导致股市进一步暴跌。3月16日，联准会再次破纪录地降息4码，将基准利率直接降到 0.25%。这一非常举措令市场震惊，企业纷纷裁员，消费者支出大幅缩水，股市再次下挫，跌幅超过 17%。疫情的冲击让市场陷入了绝望，但随着降息政策的逐步实施以及全球多国的财政刺激方案，市场终于在低迷之中回升。这些历史告诉我们，降息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会带来恐慌和市场波动，但长期投资者往往能在此时进场而获利。从1990年的波斯湾战争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就像前面提到的，你要在市场上赢钱，就是必有人输钱。当输家越多，你赢的钱当然也就越多，所以像这种历史级的大事件，总是会有暴赚的赢家。那么2025年呢？会有这种10年一遇的机会吗？整个金融市场看似复杂，其实背后在推动的逻辑都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建立正确的观念跟系统化操作模组，接着只要按图施工，股价就会跟着我们想的方向跑。各位要知道，这不叫做预测未来，这是筹码堆叠的固定模组。筹码堆叠有一定的规律存在，
所以大部分的盘势都可以透过见往而知未来。答案都写在考古题里面了，送分题还是一堆人答错，出题老师也是很无奈的。不管其他人多会吹，把一件事情捧得多么的高，或是看得多崩溃，总是要经得起长期事后验证吧。偶尔蒙对个1、2次，在投资市场里也是活不下去了，不是吗？从前面的历史经验来看，降息经常伴随着大事件，但问题是，降息后股市都一定会涨吗？我们就直接亮出数据。这张图表示近30年首次降息后的 S&P 500后续走势。奇怪了，为什么2001和2007都是跌呢？那这样降息不就没有参考性了吗？别急，数据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状况造成这样的现象？刚刚有认真看影片的粉丝肯定发现答案了。答案很简单，2001年和2007年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历史级的黑天鹅。2001年是911加上网络泡沫，2007年则是金融海啸，这都是历史级别的经济衰退。降息可不是万灵丹，遇到这个级别的衰退，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经济复苏呢？如果这么快，那经济这门学问也未免太过简单了，你说对吧？如果看完今天的影片，你还是对自己没有把握，完全没关系。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刚结束，虽然会比别人慢，但你还有些许时间研究布局，先学会如何看懂盘面，了解全球经济之间到底有什么情爱的纠葛、命运的纠缠。在资讯栏里，你可以找到订阅教学的连结，不管是重要的国际指数，还是台指期货，只要你能持续学习教学内容，就能慢慢掌握技术跟逻辑，把它们变成固定 SOP， 不只出手有信心，不用整天盯盘，心惊胆战，头发都白了。也不用怕错过上下车的时机，各种指数的趋势动向都能按图施工。而且11月27日以前订阅文章，还有机会获得价值2953元的线上教学。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在资讯栏里点击微鼓励免费文章的连结。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